滑嫩的金针菇，因为其营养丰富，又被叫做智力菇、减肥菇。很多人担心说，新鲜的金针菇里有毒素，不敢吃。究竟新鲜的金针菇该怎么处理？干金针菇和鲜金针菇口味上有什么区别？金针菇的挑选和保存分别该如何做？饼大厨带来精致新颖的金针腌肉卷和暖意十足的金针肥牛包，让我们一边做美食，一边聊健康。更多精彩就在健康新时代。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健康新时代要教你做的这个菜肴的主角呢是金针菇。那今天说到金针菇，就给您带来两道我们家里面呢比较不经常吃的一种金针菇的做法，但是准保是一种新派的金针菇的烹调方式。有请饼大厨，欢迎。今天全程给大家讲解很多养生知识的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主治医师、医学硕士王静老师，欢迎。大家好。金针菇已经给两位准备好了，大家呢饼厨准备做，王静老师准备着说，我呢准备着捣乱，因为我在中间啊时不时的抛来很多问题。咱第一道菜什么名字？饼大厨。这个金针腌肉卷，腌肉是不是就是培根？培根，用金针菇和培根来做搭配，做个卷儿。饼大厨一来，代表着厨房要香喷喷起来了。跟着饼大厨一起来做第一道菜金针菇腌肉卷。制作金针腌肉卷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金针菇、培根、胡萝卜、西芹、黄油。这是一道西式菜品，对，中西结合吧。咱们选择的是鲜的金针菇。鲜的金针菇，我想问一下饼厨，这个鲜的和这个干的味道有区别吗？这个有很大的区别。这个鲜金针菇呢，它主要的这个特点，它是比较鲜，比较嫩，水分多。对，它这个适合于这个炒拌，这个包括炝，这个都可以的。这个干的呢，它比较香，这个它就适合于这个炖汤或者做一些烧菜。那一般我们涮火锅的话，吃鲜的。对，如果你用这个烧肉或者长时间的炖的话呢，它就是吃起来它很硬啊，这个就跟那个老韭菜一样。塞牙。那好，那现在咱赶快准备好这个鲜的金针菇来做这道菜。哎，大厨，这个金针菇呢，这个切完之后呢，这个首先要先用水泡一泡，泡一下之后呢，这个去它这个一个是它在养殖过程中的这个一些那个毒素吧。哎呦，泡一泡能泡出去。对。再一个，这个金针菇呢，它本身是含有一种秋水仙碱，这个秋水仙碱呢，这种物质是有毒的，它可以刺激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和胃肠道黏膜，所以说呢，你在烹调的时候呢，第一呢是要浸泡因为呢，这个秋水仙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溶于水，第二个特点呢，它受热以后呢就会分解成为一种无毒的物质了。所以说你一个是要浸泡，第二个呢是在烹调时一定要把这个金针菇做熟了。做塌了，做软了，这样的时候你吃才是安全的。这个有秋水仙碱的食材很多，比如说黄花菜。对，黄花菜也是这样，对，所以说大家呢最好给它先泡一下，对，然后呢再加热一下，对，这样呢就不用担心了。就是说这样的话吃就准保没事了。对，有时候我们做一些凉拌，用金针菇做凉拌菜也是，第一呢你要先浸泡，浸泡完了以后一定要用热水把它焯烫熟了以后再去凉拌。就是说大厨，这个所有跟金针菇有关的菜品都得焯水，对，不焯水可能造成对身体很不好的影响，容易造成中毒。好，那今天我们先泡着，一会儿呢再焯水。大厨这边准备的都是配料，西芹，还有胡萝卜丁，切成细条。这个今天重要的一个配料哈，培根，我很喜欢，你喜不喜欢？对，我很喜欢这种烟熏肉那种烟熏的味道。哎，所以中国人呢，湖南一带喜欢吃这个熏的这个肉，对，是不是？因为腊肉很好。那么在欧洲或者说在这个西方世界里面，他们就喜欢吃培根了。对，培根就是音译过来的。对，培根。对，它最早的起源是在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是欧洲美食的一个起源地。我们这边呢，给它改个刀，改成什么样的刀？做卷是不是得需要改它大一点的刀？对，是用培根做外面的卷儿，很贵啊，在西餐厅里面卖，绝对很贵。一说跟培根有关的菜品，没有便宜的，没有便宜。比如说用培根做的什么披萨，用培根做的什么煎的一个什么东西，对，然后就是咱这个培根卷儿都很贵。那如果说咱在家里能学会了之后，想吃这个味道，在家里不仅能吃到，还很省钱。所以说哈，今天跟着大厨一起来学，把水烧上，准备呢一会儿烫一下金针菇。这个咱这个培根就已经改刀结束了。对，改刀结束了。看完了，因为这个长短呢，与我们这个卷的东西有关。如果你想卷的厚一点、多一点，
你就用整条大片的不用改刀了，不用改刀了。如果你想这个卷的薄一点的话，就改一段节约嘛。哎，那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我特别喜欢培根，就是它生的时候闻它，都有那么好闻的那个腌肉的味道，对，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食欲勾起来了。我很喜欢，真的太好了，有点像咱们的一些火腿啊之类的那种香的感觉。其实最早意大利人发明这个培根的时候，就说把这个肉经过腌制以后是在海边上风干的。海边，对，所以说它这个味道呢，除了说有这种腌料的味道之外呢，它还加上了一种海风的那种鲜的味道在里边，所以风味非常的独特。好，焯一焯它。而且胡萝卜是不是焯一下水也利于这个营养素的出来？是这样，因为胡萝卜素的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我估计待会儿这个我们的饼大厨他要这个烟熏肉本身是含有脂肪嘛，脂肪，过会儿是不是一个煎的一个过程？这个是有煎的，把它包进去。这样它这个胡萝卜素就会和这种脂肪性的东西在一起，它的被人体吸收更好一些。但是这种只是水焯一下的话，应该说对还是没有不可以的。对。好，现在开始烫金针菇，对，来烫一下，这个就是去除它本身秋水仙碱的一个办法，重要的过程。这个烫这个金针菇呢，时间不要太长，这个控制在这30秒到40-50秒以内，30秒到45秒以内，就是简单的烫一下，烫软了，发软一点就捞起来。对，因为我们下步还有一个深一步的加工嘛，深一步的，我们还要一步一步的来做。那金针菇呢，给它轻轻烫一下就可以了。今天既然说到金针菇，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朋友一定的喜欢吃它的不在少数。对，它太好吃了。那金针菇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这个金针菇啊，不光是好吃，而且它有非常好多好听的名字，比如说增智菇，就是增加智力。对，增加智力，还有叫一休菇，聪明的一休菇。因为这个金针菇啊，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而这8种氨基酸呢，对特别是那种生长发育的儿童，还有正在这个长智力的儿童，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所以说我们叫它增智菇、益智菇、一休菇。哎呦，而且呢，在西方呢，这个金针菇还有一个名字叫减肥菇。减肥，对，就是因为这个金针菇啊，在体内可以降低人体的胆固醇，减少人体脂肪的摄入，所以呢，又叫做一个减肥菇。当然，金针菇了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你比如说，这个金针菇呢，还含有一种很特殊的蛋白，那这种蛋白质呢，就可以增强我们人体的抵抗力，所以呢，也是我们防癌抗癌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质。还能防癌抗癌？对。可是我想说，咱们这个防癌抗癌也不见得把这么多金针菇塞进我们的培根肉里面吧？大厨今天这个很符合他的身材，你看。关键刚才又听到这个王老师说减肥，减肥，然后您是想多塞一点金针菇进去，是不是？对。这个培根卷，你看包起来似乎很容易，就是把这个肉铺上去之后，把这个东西放进去之后，扎一个牙签就可以了。是。但你看哈，够饱满的，绝对够饱满的。这个我在想，一会儿这么厚，它煎起来能好煎吗？好煎，好煎，这完全可以，完全可以。你看里面的时候呢，铺上一点点金针菇，然后再来一根西芹，再来个胡萝卜，这么一卷就可以了。这么卷就行了。其实大家在生活中，平时工作比较忙，不如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抽出一点时间，用心的善待一下自己。对，做美食就是一个最好的享受。做美丽的美食，做创意的美食更享受了。而且会增加一点那种欧式的浪漫的情愫在里面。没错，而且吃它还能增长智力，越做你越能开发出新的菜品来。并且要常看健康新时代的节目哦。那你看哈，今天既然说准备了这么多，那我在想，这金针菇是所有人都适合多吃它吗？有没有一些人就是不该吃？一般来讲呢，我们说这个金针菇的营养非常的丰富，那适合老年人啦，气血不足的，还有正在生长发育的儿童，还有呢，你像我们刚才提到它一种抗癌的效果，那癌症的患者，还有你像因为这个金针菇还有一种叫多糖体的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呢对肝胆系统的疾病，还有胃溃疡的人呢也非常有好处，所以患有肝胆疾病的，还有胃溃疡、肠道溃疡的人呢，也适合多吃金针菇。但从这个金针菇的性味上来讲呢，它是一种寒性的、凉性的，所以说脾胃虚寒的人呢，吃金针菇的时候就要适可而止。哇，脾胃虚寒的人对，并不说多多益善的了。哟，就在说话之间，金针菇腌肉卷已经煎好了。煎好了，接下来就到一个最关键的步骤，我们要煎它了。这个先别煎，先调一个黑椒汁，要用黑椒、松抽、生抽、老抽、蚝油、牛油汁。
牛肉汁儿，再来一点这个黄油啊，这是不是西餐中它一般的话都会有黄油？对，它都会有黄油。可是我们如果是在家里用这个玉猪油米油，或者说花生油豆油、嗯花生油，可不可以代替？也可以，不过它的味道呢，它有一点这个不一样。然后呢，给它化开之后，来一点洋葱。好像黄油没用多少量哎。对，用了一点点，因为这个培根里边还含有这个脂肪的嘛，对，有一些油脂的含量。好，直接放我们的黑胡椒。放黑胡椒，我特别喜欢黑胡椒的味道，因为我觉得黑胡椒和肉类是绝配，不管是和猪肉也好，还是牛肉也好，还是羊肉也好，我嘴巴里有了它之后呢，这个味道就立刻变得与众不同起来。然后再来上2勺酱油2勺酱油，1勺老抽，1勺老抽。哎，老抽呢和生抽的不同，主要是老抽上色，上色啊，颜色比较重。老抽上色，生抽提鲜。半勺这个牛肉汁儿，牛肉汁儿，这个在超市中都能买到吗？能买到哎。牛肉汁儿，半勺这个乍一看红红的，我还以为是番茄酱，就是番茄酱。番茄酱刚才加的这个啊，这个是牛肉汁，这是牛肉汁，可以的。还要加这个牛肉汁是一般的话，它是当做调汁的时候主要的用，还是说就调汁的。好，再来一点清汤，清汤，清汤比例不要特别多，因为它要稠汁。是不是还要加点水淀粉？加点水淀粉，先把它给熬一下。这个熬的时候我们用什么火呢？也是用大火一下，把味儿中和一下，然后把水分再挥发回来。你看这个汁已经就是比较厚了。我怎么感觉这个汁啊，淋在这个扒好的牛排上都可以。哎，对，它其实都是一样的。汁可以给它取出来了，它很香，特别香，而且黑胡椒很抢味儿，大家能闻到是不是？黑胡椒在里面这个味道啊，真是做足了，而且里面这个牛肉汁的味道呢，会使这个里面这多了一点牛肉香味，对，很棒的一个汁啊，而且很稠。你看，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步骤是煎，对，煎我们的培根。培根呢就这样，如果你不是这个煎出来的话，这样吃的话它会很腻。最好呢是把这个油呢多煎一些，这样吃起来呢不腻，还很香。加上油，来点油，这时候不用黄油了，这时候不用黄油了。其实应该用黄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太西化，更家庭一些。对，咱要这个东方一点点。对，好，现在下锅。这因为有很多水分，所以滋滋啦啦。我想一会儿煎到最后呢，那个金针菇能煎到干一点，我觉得那样会比较好。对，它煎不到很干，因为它这个水分呢是能自由的。这个尤其做煎的菜哈，这个我认为就是一种享受，是吧？它的油烟又不是很大，而且它能闻到这个香味。这个制作的过程呢又不用很紧张，是吧？并且可以让它慢一点。这时候火力控制在什么程度？还是大火，因为现在有些水分，一直大火。水分小的时候呢，我们就改成小火，改成小中火。什么时候需要翻个呢？这个煎到你认为这个后下面看有这个起焦了，就翻个行了，再的话不行。这个滋滋啦啦的时候，我就觉得哈，这个美味呢，一定就能够被烹出来了。而且尤其是呢，你在厨房里做饭，你的家人呢在客厅里看电视，这种感觉呢就是一种幸福的感觉。绝对是一种幸福的感觉。看这时候煎的这个时候呢，焦把它翻出来，这才是培根应该有的颜色。你看，我想要的那种感觉出来了。我想要的就是这种金针菇表面上有一层微焦的那种，有点干靠的感觉。大概在煎到什么程度，咱们可以出锅呢？这个反面这样就行了。如果这是根据个人喜好了，如果你想吃一点肥一点的呢，你就在火小一点，这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这个不想吃太多的油的话呢，那你就再煎一会儿。再煎一会儿，呢，它会这个焦香会更加的香，更加的高香。培根经过煎完之后呢，这个烟熏肉的味道呢会释放出来，比之前我们生的时候闻起来还要更烟熏一些。咱们这个从头到最后，您说的这个煎到最好的程度是大概需要几分钟呢？5到8分钟。5到8分钟。行了，这样我认为就可以了。可以了。你认为需要再煎一步？你认为可以就可以了。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汁已经调好了，这一步就很简单了。把它放上去之后呢，然后一淋汁就 OK 了。对，你看它这个牙签上都有一些油出来，都是顺着我们的培根里面淌出来一些。10个我们的金针菇羊肉卷现在已经煎结束了，接下来呢就看一个点睛之笔，淋上我们的酱汁。对，这个汁呢就是简单淋一下行了，不需要太多。金针菇这种吃法您吃过吗？如果说没吃过的话，在家里一定得试一试。今天的我们呢要近水楼台，先尝尝这金针菇，一起来尝一尝。
培根里面包着金针菇，哎呦，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它需要你用力的咀嚼，然后呢，才能够将所有食材那种脆感、韧感、滑顺的感觉都品尝得到。对，黑胡椒的味道很足。而且金针菇那种特有的香气，加上它那种很有咬劲儿、很有脆爽感的感觉，再加上那种培根肉特有的那种烟熏的味道，对，混合在一起。尤其是一煎之后呢，这个培根的这个味儿呢，它更能这个挥发出来。对，哎，这样再加上里面这个已经没有这个水分的这个金针菇，是吧？吃在嘴里之后呢，哎，这个肉是香的，金针菇是脆的，而且还有这个胡萝卜和西芹。也是一种很清口，一点缀，很清口，吃的嘴里非常好，很赞的一道菜。这道菜我觉得，如果说你不在家里试一试的话，真的有一点遗憾了，没吃过这道菜，你准保没吃过好吃的金针菇。那么说到金针菇，今天除了给您带来这道菜，马上给您带来的是第二道饼大厨的美食。来，大饼美食第二波是什么名字？是金针肥牛锅。金针肥牛锅，对。秋冬季节吃一个热乎乎的锅，准保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哎，大厨，咱第一步切一点葱丝。葱丝，金针菇和这个大葱一起搭配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因为这个金针菇是含维生素 B1 很丰富，那它和大葱一起搭配呢，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就可以增强人体的这种注意力，缓解疲劳，而且呢，还有一个美容护肤的一个效果。哎呦。和大葱还能美容护肤，对呀，还这个感觉听上去觉得很新鲜，是不是？那今天做个小配料也有它的价值哈。这边我们选择小泡椒，对，小泡椒、野山椒，它的这个辣呢是一种这个鲜辣味的，鲜辣的。这道菜辣乎乎的，然后汤汤水水的，然后还能吃到魔芋丝和金针菇，这种口感的搭配应该就不错。对啊，而且本身这个我们说这个牛肉，今天我们用的是牛肉，肥牛。对，牛肉它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那脂肪的含量呢又非常的低，所以说呢，它富含的氨基酸呢比猪肉更适合人体的这种吸收，所以我们现在主张多吃点牛肉，多吃牛肉。而且这个现在这个魔芋呢，也是一种这个很健康的这个食品，很流行的。这个魔芋啊，它就是是我的理解啊，它是用芋头给它做成粉丝的，然后缠在一起的，还是怎样？不是这个魔芋，它也是一种这个根状的这个淀粉量很大的一种。对，一种食材。现在吃魔芋也是非常的流行，因为这个魔芋也是一种碱性食品嘛。那现在因为很多人都是吃这种动物性食品，吃肉食吃的比较多，造成的那种酸性体质。那么我们多吃点这种魔芋的碱性物质呢，就可以中和人体的这种酸性物质，加速酸性物质的排出，对人体的营养啊、健康啊非常的有好处。总之就是说，这个搭配就是对了，就对了，是不是？而且这个魔芋是含各种矿物质。还有你像这个钾呀、磷啊、硒啊含量很丰富，认为它呢是一种低脂肪、低热量、高纤维素的一种食品。低脂肪、低热量、高纤维素，对，恰恰就是现代人最想需要的那种食材。吃点魔芋搭配在一起，不仅口感好，对身体也有好处。这边搭配的是2种辣椒哈，一种是小泡椒、小山椒泡出来的，一种就是我们小米辣。小米辣，这2个辣椒真是强者对抗的感觉哈，他俩今天可以说是强强联手，一起挑战你的味蕾。我估计今天这道菜能让你的舌头跳舞，肯定会。来，锅中来点底油，对，因为这些菜呢就都不用这个飞水了。这个金针菇呢也是泡了很长时间了。对，浸泡了。这个肥牛呢也不用，到时候这个直接下锅就行。直接下锅。确实很滋补，因为这个金针菇和牛肉一起搭配呢，它滋补营养的这个效果是更棒的。锅中用这个葱花爆个香，烧香。那我再想问一下大厨，你看这个金针菇呢，咱今天挑的这个是比较鲜的，那是怎么该挑选的？挑选也是这个看一下这个根呢，这个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杂质，是吧？再是这个它的长短呢，叫它均匀一些。均匀的。这个伞帽呢，不要太大，伞帽要小的，小的，哎。反正伞帽小的好。你是不是以前挑也挑大的？对，我以为是大的好呢。我以为大的，你看这个吃在嘴中多有那个感觉啊，一口咬下去还不错。那么这边我们将葱爆一下香，就将我们的野山椒放进去，放起来。我们这个小米辣不爆香吗？那不香，那放最后放。哇，小米辣是不爆香的，它是属于最后的时候调味的。对，直接爆香之后加汤。这个加汤的同时呢，把这个野山椒的泡的那个水倒一点。哇，我加这个水是让它更辣一点。它这里面呢有点这个酸辣那个味道，倒进去之后吧，这吃起来很开胃。
大叔，我刚才在想啊，你说如果说咱今天这顿饭哈没用得了这么多金针菇，该怎么给它保存起来呢？这个呢，就是如果你已经泡过的话呢，你就把水控净它，最好就是不要攥它，因为一攥之后呢，它就很容易很容易粘了，就是很容易，而且就断掉了。就是你把它洗干控干水之后呢，这个用一个保鲜膜把它缠紧，然后放在那个保鲜冰箱里洗。如果你没有洗过的话呢，你就直接还是用这个报纸或者是用一些干燥的这个纸是吧，把它给包起来。包起来之后呢，这个放冰箱，放在保鲜里，也没有问题就可以了。哎，就是说你要保证呢，金针菇跟空气接触的机会少。对，包报纸和包保鲜膜一个概念。对，尽量不要，你要是吃不了它，尽量不要过多地翻动它，是吧？你不要这个，尤其不要用力的来这个乱挤捏它，挤捏它，挤压它。如果你挤压了之后呢，它出了这个汁液之后呢，它就很容易编织是吧？所以说大家在家里的时候呢，要遵照这个方法。我在想，这锅开了，咱还不往里涮吗？涮。赶快开始是不是？这道菜呢出来的时候是一种简易火锅的感觉，我觉得。对，其实也就是火锅的意思。就是火锅。先放菇，先放菇，金针菇。记住哦，金针菇挑那个帽小的。因为这个帽大的呢，这一块呢就老了，哎呦，它就更加咬不动。就是说帽大的呢，属于是那种长得粗壮、长得老的。对，这就是成年的，烫一烫。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肥牛放进去，还是分批次？开锅，分批次。对，我觉得咱这个魔芋是不是能耐煮一点？对，它现在这一种呢，它是这个泡发了已经，它已经泡发过了，就是买那种盒装的，里面带水泡的这种了，已经是。在那放点盐，来一点点盐，这时候就调味儿。对，这时候会不会有点早啊？这时候这个不早，盐没事。好，这时候火一直是大火烧着它。这时候呢，就可以下入这个魔芋丝、魔芋结。煮一会儿，然后我们再烫我们的肥牛，不然肥牛呢会烫老。这时候我们火也不用改变，一直是大火。对。那我觉得想让这个汤品中来点海鲜的味道，加点嘎啦或者加点虾，是不是也挺好的？这样可不行，因为这个金针菇最忌讳的就是和这个蛤蜊在一起，因为这个蛤蜊当中呢含有一种维生素 B1 分解酶，而我们知道金针菇啊含维生素 B1 非常的丰富，所以这两者如果搭配在一起呢，它两种成分互相作用，两种的营养都会被破坏掉。天哪，那就是这个食材本身的营养就补充不掉了。对，我们说食物搭配上的一种相克，所以说呢，尽量不要这样配了。那现在呢，锅中已经翻滚起来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加入香菜段。先加香菜段。先加香菜段。这个香菜段呢，这个煮一下，这个煮出这个香菜的这个香味儿，是吧？你一般做汤呢，很多情况下都是这个香菜呢和葱花最后加。对，咱们这个是先加。这时候呢，下入肥牛，小火小一点。哇，这个就等于是在厨房里面的时候呢，大厨将我们这个火锅的涮品都涮完了之后，然后一起端上桌的感觉。对。做这道菜呢，还能顺便补个水，因为这个热气腾腾的哈，做个面膜。这个涮它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来回搅动一下？这样要搅动一下，充分的，因为它有些那个粘连在一起的，把它给搅开的。把这个浮沫撇一下浮沫。这个浮沫就是肥牛出来的，肥牛出来的那个血沫。好，可以了。好嘞，开锅，就可以出锅了。好嘞，然后这个出锅前将我们的小米辣淋上去。哎呦，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如果说你觉得天儿越来越凉了，你身上呢总觉得这个衣服呀穿多少都觉得冷的话，那就得呢从食物上下文章了，让你的食物温暖一下你的身体，让你的厨房呢香喷喷，让你的厨房呢暖乎乎的，从这个锅开始。金针菇是一种很好吃的食材，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尝一尝明大叔今天发挥的如何哈，赶快来尝一尝。捧在手中的时候啊，略带一点点烫手，不过却是暖极了。来，赶快来尝一尝。这个汤还是很清的，表面有一层油花。对，这个注意啊，有点辣，有点辣吗？来，记住是那种比较猛、比较阴的那种。对呀，看着这个汤没有红色，就感觉是很清爽的。有一中招哎，汤头很鲜，有牛肉的香味儿，因为有肥牛涮出来的味道，而且呢还能吃到一点点淡淡的那个泡椒的味道。尝尝金针菇，打了一大口，吃金针菇的时候，一边耳朵听着那种咯吱咯吱脆脆的声音，然后口感上是那种很有嚼头，然后又有那种辣辣的冲冲的感觉，非常的棒。有没有一种自尝苦果的感觉？哎呀，怎么会这么辣？真的是辣的，让你觉得感冒了之后不用吃感冒药，吃一份这个锅，准保你的感冒第二天早上痊愈了。这个辣在于无形之中，
对，它不像那个红的辣，是吧？你辣度你在没吃之前你就感觉到，哎，有心理准备。对对，有预见性了。哎，但我觉得哈，如果说没这个比较阴的小泡椒，这道菜会差好多口感。是你看这个口感喝在嘴中的时候呢，哎，热乎乎的，然后火滋滋的，然后让你舌尖一碰触的时候呢，没觉得怎么样，咽下去之后，在舌根处泛出来一股热浪。当然你吃这个金针菇的时候呢，秃噜秃噜进去的时候，金针菇很滑爽，而且金针菇里面呢带着一点泡椒味。我觉得如果说没有这个泡椒，这个金针菇味道会有点不足哎。对，并且这个汤头因为有这个肥牛的关系，所以说吃起来还是很香的。很香的。对。